我！徐良哥哥只能是我的，凡是和我争的人，都要毁了他。什么动静？一定会遭报应的。报应？我是奉老夫人之命，哪来的报应？老夫人说了，新妇入府，赏你一碗莲子羹，让你下辈子多。死了？是。送回宋家，让他们厚葬。宋之威，想怂恿我儿子来对付我，你该死！更何况你身为宋家的独女，死后偌大的宋家家产就都是我白印秋的了。吉时已到，起礼！孝娘之许，向夫人请安。你他神色举止为何与那贱人如此相似？孝娘之许，出入军府，为夫人和诸位姐姐备了薄礼，特此奉上。到底是贱婢出身，连香囊这种小家子气的东西也拿得出手。这么大的阵仗，怎么着？仗着司令赐婚，给我们督军府下马威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穿得再好看，也挡不住你骨子里的穷酸味儿。你们，秀娘，叫得好听，说不定是司令玩腻的脏货。司令赐婚是对督军的厚爱，姐姐这番话，怕不是让人误会督军有不忠不臣之心。婆婆在上，请受心腹一拜。知许是司令亲赐督军府的侍妾，与你们便是姐妹了，莫失了礼数。是。既然你送了礼，那我们也得给妹妹回礼才是。你只要走进这督军府，站着进来，我就能让你横着被抬出去。来人！跨火盆可是新婚的好兆。明月，端茶来。这第一杯茶，敬老夫人，心腹这厢有礼了。这第二杯茶，敬二位姐姐，日后我们要共同伺候督军，还望和二位姐姐和睦共处。这第三杯茶嘛，少在我面前耍滑头。16岁那年，姐姐把我捡回家，待我如亲姐妹。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延续下去，但是
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既然已经嫁进来了，就好好侍奉旭良吧。心腹谨遵婆婆教诲。夫人，好了，入内府吧。督军大人，新妇入府了，你赶紧换衣服行礼吧。不需要侍谢，送回司令府。督军大人，你就是司令赐婚的绣娘？正是，给督军大人请安。莹莹，你这脸确实和张旭良之前的恋人有几分相似，但我又怎么能确定你是忠心为我效力的？知许和督军府不共戴天，就算是死，也绝对不会出卖司令，因为司令是唯一可以和督军府抗衡的人。学吧，什么时候学他学像，我就送你进督军府。司令府绣娘知许，给督军大人请安。她和莹莹那么像，也都是绣娘。知许脚伤了，不小心撞到督军，还望督军海涵。没腰子。傅知许回房休息。是。这是怎么？督军息怒，如烟姐姐也是为了讨一个好彩头，才安排快火盆的，没想到让心腹受了伤。彩头，我看你真是蛇蝎心肠！我堂堂督军府怎么可以滥用私刑？阮如烟，你德行有亏，不配再管理后院了。从今日起，后院诸事就交给知许来料理。你们给我守好本分。夫人，他进门第一天就如此有手段，过2天恐怕连你都不放在眼里。旭良喜欢他，也是他的本事。你呀，学着点儿。知许，你给我等着！督军不渴了，还未离愁。是我太唐突了，那你先好好休息吧，我改日再来看你。小姐，您为什么赶督军走啊？越容易得到，就越不懂得珍惜。我只有这样，才能牢牢抓住他的心。小姐，您疼吗？我不疼，我只有恨。我要一步一步把他们拉入深。这是小厨房做的药膳，说是对你的脚伤有好处。阮姨太特意让我送来给您。那就多谢你了。这药喝下必死，我看一个死人要如何讨督军欢心。不好意思啊，外面风大，能去关一下门吗？没想到这么轻易就中计了，真是个蠢货。
明月，随我去跟督军请安。知许，大夫，他怎么样了？这脉象应该是中毒所致。中毒？是，给我查！我看是谁敢在督军府兴风作浪。是啊，这好好的，怎么会中毒呢？无论用什么方法，都要让他给我恢复如初。好在少奶奶中毒不深，只要精心调养之后，毒素排出就无大碍了。你说什么？这毒药怎么会没有大碍？你怎么回事？我也是关心知许的身体。既无大碍，都散了吧。旭良，白府与你有要事相商，今日务必去一趟，别整日都在后院打转。是，母亲。那药你放了吗？我放了，我还亲眼看他喝下去的。这药下去，应该是一击毙命的。他怎么会没事？姐姐，如果事情暴露，你就将罪责全部推到我身上。什么罪责？我告诉你，这件事和你我都没有关系，抓紧把剩下都要处理掉。我这就去处理。小姐，都放好了。小姐，那药虽不致人性命，但毕竟药性凶猛啊。这点苦都吃不得，怎能在这吃人的后院站稳脚跟？走吧，该我们上场了。这出戏好看得起。走。搜东西和抄家一样，谁叫你们这么做事的？督军说了，今天就是把督军府给翻过来，也要把凶手找到。本姨太，海涵。哼，今天你要是从我这儿搜不到什么，小心我一枪。找到了。夫人，督军心却在那知许身上，我斗不过他，反被他抓了痛脚，求夫人指点。我这个儿子呀，就是太多情了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想办法支他去办事。旭良不在，自然无人能保他。阮姨太好狠的心，你我同为姐妹，一起伺候督军。你为何要置我于死地？什么毒药？我见都没见过，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。那这是什么？哼，最近风寒，头疼的毛病又犯了，就找了药来吃。怎么，这都不行啊？做事要讲证据，你拿着空的药袋就说我要给你下药，未免也太说不过去了吧？是什么药？请郎中过来一查便知。不行。好啊，那便请吧。沈副官，这是内院之事，你先退下吧。现下府中众人皆在，我丑话说在前面，要是验不出什么，可就得加法伺候。别看这小小一银针扎在你的手指头里，可堪比刨心之痛。哎呀，上次那个贱人被针扎的时候，那个惨叫声响了整整一夜，第二天就被扔了出去。只要你坦白是你诬陷范姨太，我们就放过你，免得受苦。知许姨太刚刚还威风八面，现在请罪，未免也太晚了。知许请罪，纵然系女责女婿，但如果今日证明知许是被陷害的，我也会将这根银针
刺入阮姨太的纤纤玉手。你放肆！既然是家法，就该人人平等。这药是否是毒药，请郎中一查便知。好啊，那就请郎中进来，一验便知。夫人，这药无毒。现在真相大白，依我看，你这样恶毒的女人根本不配待在督军府，更不配管理后宅。郎中，你如此颠倒黑白，就不怕督军降罪吗？督军出去忙正事，哪有空管你的破事？哼，石雪啊，你太糊涂了！来人，给他拿下！督军大人到！住手！住手！滚开！督军可知，坊间传闻加入这督军府的，难逃一个死字。既然害怕，为何要加？督军保家卫国，是秩序久养的英雄，秩序自然不怕。只是这督军府的后院，却是吃人的牢笼。秩序怕督军回来以后，我早已变成一具死尸。走，我带你回去。督军，是他使了诡计污蔑我，现在真相大白，也是他自愿受罚。证据呢？郎中说的话，大家都听到了。验药。督军，这是剧毒之药。你好大的胆子！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鬼畜！是阮一才逼我这么做的。你胡说八道！我为什么要害他？阮如烟，你不过只是一个逃难的戏子，你现在的生活都是督军府赏给你，你这么做对得起夫人，对得起督军吗？老夫人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我们说好的。母亲，来人，将阮如烟带下去，家法处置。姐，督军，求求你放了姐姐！这件事情是我做的，跟姐姐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夫人，求求你放了姐姐！求求你放了姐姐！放了姐姐！启禀老夫人，这件事从始至终，如烟都一无所知。来人，将小莲带下去，听候处置。姐姐，你放心，这只是开胃菜，他们3个人的账，我定会一一清洗。好了，都散了吧，我今天也累了。小姐，今日实在是可惜，只差一步便能将那阮如……多亏了阮如烟这枚棋子，才能让他背后的罪魁祸首露出马脚。宋家的后事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已经收编了3家死店。怎么才收这么点儿？宋之威都死了，他们还反抗什么？那些掌柜的都念着宋之威的好，嚷嚷着他是枉死，磨磨蹭蹭不肯交。枉死？不听话的儿媳妇儿怎能不死？果然是你，
躲在背后作奸恶事，害死姐姐的真正凶手白燕秋。再硬的骨头也怕钢刀，手段再狠点，不怕他们不教。是。谁？夫人，这里无人。夫人，是猫。该死的畜生，让下人捉住他，扒皮抽筋，以儆效尤。是。夫人，阮姨太想见您。这个废物，或许还有点用，让他进来吧。夫人，求求您救救小莲，当初咱们说好的。这废物还想拖我下水，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。我错了，那只许都是他诡计多端，你千万不能让他得逞。这脸蛋生的确实也娇美了，想办法留住督军，证明你的价值，我就饶小莲一命。白燕秋，你害我姐姐，侵吞宋家家产，罪大恶极，我会送你下地狱。糟了，小姐还没回来。杜鹃，您怎么来了？只许姨太已经睡下了，您明天再来吧。我知道。他真的不太方便。你拦我？我怎么敢呢？滚开！明月无礼，冲撞了督军，还望督军恕罪。这么早就休息了？督军，我家小姐前些日子被毒药弄坏了身子，一直没有精神，所以就早早歇下了。手心微汗，这么紧张，难道是在说谎？让你受委屈了。只许多思，日夜担惊受怕，这身子也越来越虚了。虽然现在捉到了凶手，但只许害怕想杀我的另有其人。司令对我处处提防，这只许若夫屡生事端，难不成是故意前来挑拨离间的？你是想说阮如烟？只许不敢妄言，只是那小莲区区一个侍女就已经，我待在这里迟早会丧命的，请求督军送我回司令府，请求督军送我回司令府。只是害怕吗？你放心，有我在这儿，没有任何人敢对你不利。督军，督军，您都好久没有来如烟房里了。如烟知道自己做的事让督军误会，督军生如烟的气。如烟不是故意打扰督军跟知许妹妹的，只是如烟心里挂念督军，特意亲手做了糕点，还望督军不要嫌弃如烟的手。你这手怎么回事？如烟心里想着督军做糕点的时候不小心烫伤了，如烟还备了美酒佳肴，督军可愿意赏光吗？阮姐姐身体要紧，督军今晚还是先陪她吧。
那我改日再来看你。督军，您都好久没有来如烟房里了，如烟实在是想见你。这个药膏一日涂抹3次，伤很快就会好。你是督军府的姨太太，以后做糕点这种事情就不要亲自动手。如烟实在是想念你，况且能服侍督军，也是如烟的荣幸。如烟给督军唱一曲解解乏，可好？居然用这么下作的手段把督军抢走，小姐，我们还来看他做什么？平白生气。这出戏没有彩头怎么会好看？这是姨太。不必多礼。这3碗美酒可是阮姨太给督军准备的，这下我可死定了。这3碗美酒颇为贵重，你这下全都洒了，还是……奴婢不是故意的，求知许姨太为奴婢说说好话，让阮姨太放了奴婢吧。罢了，我可以帮你，但你不能告诉任何人，明白吗？你此曲风采不减当年的。那今晚督军留在这里可好？小姐，那药该起作用了吧？快去吧。多谢知许姨太救命之恩。算算时间，也该起效了。阮如烟，你竟敢给我下媚药！什么没有啊？这种脏东西，我原本还以为，来人，把这个歹毒的女人，还有她的侍女小莲，都给我赶出府去！督军，如烟没有，督军明察，这药是不人欣赏，绝不可能有媚药的，一定是有人要陷害我。知许，你怎么来了？知许来给阮姐姐送烫伤的药膏，只是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下人们在议论，知许担心，便进来看看。他怎么会刚好出现在这里？真的只是来送药的，还是这媚药与他有关？先起来吧。谢督军。来人，把刚才接触过酒的所有人都给我带过来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兴风作浪。说，到底是谁让你在酒中下了媚药？奴婢怎敢给督军下药？求阮夫人明察。刚才除了你之外，还有谁接触过这个酒？奴婢从大夫人房中把酒取来，途中不敢耽搁半分，也未曾遇见过他人。你的意思是我在酒中给旭良下了媚药？夫人，怎么入夜了，知许还让你来找我呀？事发突然，知许姨太特让我来向老夫人禀告，以免夫人和督军生了嫌隙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阮姨太在督军的酒里下了媚药，被督军察觉，为洗脱嫌疑，她说酒是老夫人亲自赐的。你说什么？这个蠢货！走。夫人，奴婢不是那个意思。来人，将这个侍女赶出府中，永不再用。知许，
今天这脏水是你的，不是你的，都得泼在你身上。真是愚蠢！一个被废掉的妻子，只能被人抛弃。阮姐姐要是知道真相，大可以禀告督军。督军，如烟知道此事。阮如烟暗下媚药，毒害督军，来人，将他关入柴房，听候发落。夫人，您消消气。混账东西，自己下媚药失手也就算了，竟敢往我身上攀扯。你有恩宠的侍妾，也该让位给新人了。夫人的意思是知许？给夫人请安。带上来吧。见过夫人，见过夫人。媒婆啊，你给我们督军府找来知许这么好的媳妇儿，你可是有功之人呐。哎呀，夫人言重了，督军大人和知许小姐那是琴瑟和音，天赐良缘呐。小人不敢居功，不敢居功呀。拿着吧，这些呀都是赏赐给你的。哎呀，多谢夫人，多谢夫人呐！这个没福气的人呀，连这点银两都消受不起，有命得，没命花呀。这人呢，要想活着，最重要的就应该知道自己是什么位置，该做什么事儿。你说是不是啊，知许？多谢夫人教诲，知许一定铭记在心。既然旭良让你学习管理府中的事宜，那这个贱婢给你下毒，该如何处置啊？他这是给我下马威，想来也不会放过小莲。请夫人做主，将小莲赶出府，此生不再回来。至于下毒一事，他的食指已被银针钻透，就当做惩罚吧。你不杀了他？多谢知许姨太不杀之恩，您的恩情，小莲那牛做马都无法报答。给我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夫人饶命！夫人饶命！阮如烟跟这个贱婢以姐妹相称，贱奴就是贱奴，这辈子都改不了贱奴的本性。不过你比她聪明，也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宋家小姐，只可惜呀，这个贱人本性恶毒，处处与我作对，所以她死就是活该。是，知许明白。那个贱人是怎么死的来着？启禀夫人，是被夫人赏莲子汤刺死的。这说起来，你的名字倒跟他有几分相像。那个以为是宋家小姐的人屡次挑衅夫人，死真是便宜她了。姐姐嫁入督军府，只能穿着丫鬟的衣服，吃馊掉的饭菜，居然还能被你们污蔑成生性恶毒。白燕秋，天地自有公道，天不批你，我宋知许也绝对不会放过你。知许姨太，当年的岳家绣娘、宋家小姐都说会恭恭敬敬的孝顺夫人，只可惜呀，人心难测，他们现在都已经身首异处了，可见空口白牙不可信。这天儿越来越凉了，脚下呀开始凉喽。为了姐姐，为了宋家，为了被白燕秋害死的那些亡魂，我也绝对不能在这里停下。
真是我的好媳妇，好好当你的侍妾，只要你听话，好日子在后面。谢夫人垂怜。白燕秋，不知道督军看到你踩了的手，会是什么样的表情？我今晚宿在你这儿，更衣吧。是。入府这么久了，还是这么怕我？他们嫁入督军府，都恨不得一天撵我身上。你这么抗拒我，怎么得到你想要的荣华富贵？只许想要的，从来都不是荣华富贵。你的手是怎么回事？我今天去见了大夫人，不小心碰到了，白似的。我替督军更衣吧。看来是我母亲为难你了。只许从小无父无母，无依无靠，在司令府也是被人欺负，自知身份卑微，不肯说为难。那你的父母又是怎么回事？只许从小家里穷，一出生就被父母卖掉了，辗转数地，最后被司令府的嬷嬷买了回去。司令府这么多绣娘，你是怎么被选中嫁给我的？司令府这么多绣娘，你是怎么被选中嫁给我的？拼命。拼命？就只是为了进督军府做个侍妾？为了活着，更为了有个依靠。嫁给督军，莹莹总算有个依靠了。督军，救救我！不枉我找人刺探出莹莹当年过往，这根扎在你们母子之间的刺，必须刺得更扎心一点。督军，夜深了，我替您更衣吧。你放心，只要今后你在我府里，我会护你周全。不好意思啊，督军，只许身体不适，不能侍奉您，还望督军见谅。那我改日再来看你。只许恭送督军。小姐，这是我们好不容易得来的岳莹莹的信息啊。他们的使命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我宋知许会慢慢蚕食督军心里的位置。夫人，毒酒备好了，一杯下去，必死无疑。阮如烟胆大包天，背叛夫人，真是死不足惜。知许人到了吗？在门外候着呢。将这杯毒酒给他，你和他一起去处死阮如烟那个贱人。他若不肯，就地发卖。是。夫人有令，阮如烟按下媚药，触犯府规，由知许姨太代替前往，加规处置。知许姨太，走吧。知许遵命。是夫人和督军让你放我出去的，是不是啊？前些日子老夫人下令杖毙了小莲，今日特令我来为你这一壶酒。知许，
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不能害我，你有等报应的。无冤无仇。1年前，你害死我姐姐宋之薇，让她凄惨早死。我日日夜夜都恨不得将你抽筋扒皮，为她报仇雪恨。那心腹当真是铁血手腕啊，硬生生的扒开柳如烟的嘴，将毒酒灌了进去。那就好，只要他忠心，手腕越狠，我的地位就越稳固，我们的大计才能越顺利。他人呢？在门外候着，等着给夫人请安呢。让他进来吧。进来吧。这件事儿你办得很好，日后你就好好侍奉旭良，侍妾的位置自然能坐得稳。是，有了夫人和督军的庇护，只许定然无恙。你下去吧。夫人，慌什么？夫人面前就是这么当差的吗？夫人，督军他居然将知许仪太抬回了平齐。你说什么？而且还将您安排的后宅所有的长师嬷嬷全都赶走了。今后人员调遣都得有知许仪太的命令才行啊！竟然跟我玩这一套，知许，我看你是活腻味了。怎么了？知许手镯不小心打翻了茶杯。这些事情交给下人做就行了。沈律，姨太别担心，这种事情我来就好。都怪知许不好，弄湿了督军亲自抄写的手稿。你喜欢佛经啊？知许没读过什么书，不懂其中奥义，最是喜欢督军的字，很是好看。写字而已。来，我教你。想写什么字啊？想写江山，万里江山。你进步很快，这字可以和世家小姐媲美了。知许手笨，是督军教的好，只是这影子却怎么都写不好。督军不好了，他回来了。说清楚，谁回来了？江家小姐江蕊心。她怎么回来了？督军，这位江小姐也是后宅姐妹。她曾经和我一起长大，有过婚约，只是她一直在国外，怎么突然回来？姐姐，人终于齐了。小姐，真是齐了，你这字竟和督军的一模一样。你将这封信送到江府，让人转交给江家大小姐江蕊心。我要让她回来，借她的手，将这督军府搅个地覆天翻，不得安宁。你无需多虑，虽然我和他有婚约，但是都已经过去了。督军，前方战事失捷，但是军务物资却补充不足，司令大发雷霆，正在等您汇报情况。什么？快走！儿媳江蕊心，见过婆婆。哎呦，这蕊心啊，到底是留洋回来的。这礼数啊，就是跟我们不一样，见都未见啊。婆婆，您莫要取笑我啊！按照洋人的礼节的话，还要亲吻您的脸颊呢。
不过虽然说这礼数不一样，但是我孝敬您的心那可是一样的。还请婆婆笑纳。江小姐漂洋过海的回来，可惜督军身边的位置早已被一个贱人霸占，想想真让人伤心。你说什么？谁？哪家的？是新入府的，叫知许，以前是司令府的绣娘，被赐婚给了督军，成了侍妾。我还以为是哪家名门小姐呢，原来是一个贱婢。这样的人只有你需要记得，我可不要。江小姐有所不知，她新入府第一天，督军便让她管理后宅，这会儿啊，已经被抬为了平妻。平妻？这么看来，这督军府少奶奶的位置已经是她的了。胡说！我和旭良哥哥本身就有婚约，况且我这次回来是旭良哥哥特意写信让我回来的，一定是这个狐狸精他勾引了旭良哥哥，旭良哥哥招架不住才找我回来的，现在就去找他。就是你勾引的旭良哥哥。江小姐，我是督军亲台的平妻，你一个外人也想插手我们督军府的？贱人！住手！旭良哥哥，知许，这儿是督军府，不是你江家。旭良哥哥，我才是你未来的妻子啊！我绝不允许这个贱人他勾引你啊！旭良哥哥，我这次回来一定要跟你完婚，我再也不离开你了，我会好好陪在你身边，当你的妻子。既然你学成归来，那我和江老爷子也有个交代。改日我便去你们江府退婚。退婚？旭良，督军，也许是江小姐弄错了，你别。知许，知许，旭良哥哥，旭良哥哥！这个知许惯会装模作样，博取督军的同情，就连老夫人都被他骗了。早晚要弄死这个贱人！别呀，江小姐，您的手是用来弹钢琴的，怎么能沾上贱婢的血？那多关键！杀人也不是都需要自己动手的。夫人，事情已经办好了。好，还是你最得力。不枉这么多年我对你的精心栽培。能得夫人的器重，是小云的福气。接下来就看着江瑞欣跟知许公两口。等我将他赶出后宅呀，就交于你来管理。多谢夫人。当年啊，幸亏你出谋划策，除掉了岳莹莹和宋之薇这两个心腹大患。你是知道的，督军府少奶奶的位置，我更倾向于你。别让我失望。夫人放心，小云定不辜负你的栽培。快穿上我的衣服出去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奴婢看得真真的。拿笔墨来。奴婢早就准备好了。有长进，有了这个理由，再加上我们的筹谋，就算那个知许有3个脑袋，也插翅难离。奴婢恭祝姨太，相信姨太不日就能成为督军府的少奶奶。你将这信件放到知许的房间，别让别人看到。是。知许，你和我斗，我就让你好好看看
这督军府的血从未断过，你也绝不会是一个例外。这桃花，督军，你去后院了。请督军恕罪。知许闻到后院有桃花香气，循着香气而去的，不知道那里不能去。下次别去了。可惜了，我在后院捡到这个香囊，本来想着物归原主的，他要是看到香囊丢了，肯定会不开心的。莹莹，莹莹，莹莹，她想嫁给你，和你生同亲，死同血，我成全她。等你死后，我会将你们葬在一起。来人，将督军带走。是。不要，不要！莹莹，放开我！莹莹，莹莹，莹莹！不必等了，香囊的主人已经死了。这后院的桃花开得如此浓烈，一定是他在天上庇佑。只是我贸然拿走他的香囊，他一定会怪我。只许想将这香囊还回去，再带一些自己做的糕点，以表歉意。好，我陪你去。多谢督军。此话当真？小云亲眼看到那个知许手里拿着写给奸夫的信件，绝对不会有错。夫人去他房间一搜便知。小云相信，今天就是那个知许滚出督军府的好日子。好，来人，集合护卫，将督军府督府知许拿下。给夫人请安，不知夫人这么晚来有何要事啊？府上有姨太和奸夫私通，夫人特来查证，让知许那个贱人给我滚出来！我们家小姐已经睡下了。睡下了？来人，来人，给我冲进去，将这个贱人给我捉拿归案。夫人饶命啊！是知许爷太吩咐我守在房门口，不要让任何人进去的。而且他总是在晚饭后就不知去向，还望夫人明鉴呀。那他现在在哪？现在，他在后院荒废的房间里，还有一个男人也在。没想到这个知许真的有奸夫，看来这个少奶奶之位一定是我的了。夫人，这次真是天助我们，您千万不能错失良机啊！走，跟我一起去捉拿这对奸夫淫妇。督军，求你放知许离开。你说什么？知许住在这督军府中，日夜赶紧守门，生怕一个不小心，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求督军放知许离开。你怎么会这么说呢？况且你现在无父无母，离开督军府，你又能去哪儿？可是知许若再不走，就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不会的，有我在。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，给我滚出来！督军，幸亏知许聪明，我竟然不知道这后院还有你这种栽赃嫁祸、心思歹毒的恶妇。
君，这信件，这信件就是知许那个贱人赐给奸夫的情书。他知许的字是我教的，难道我还不清楚吗？母亲，我说过，我不许任何人伤害知许。你们这样做，是想让督军府的后院再多一条枉死的人命吗？哎呀，当然不是。哎，旭良啊，其实这件事，夫人，知许自知身份卑微，从不敢有半点妄想，只想留贱命一条，好好侍奉督军。可妹妹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姐姐，几次三番的为难于我。你明明知道女子的清白最为重要，你为何要将信件放于我房里？督军，小玉没有错，都是知许这个贱人为了得到你污蔑我。污蔑？姐姐，你的侍女今天好像没有随你前来，她去哪儿了？奴婢给督军请安。说，是谁指使你把信件放在知许姨太的房里的？奴婢。哎，旭良，这个贱婢被知许带走过，有可能会严刑逼供，或者是重金收买。他说的话未必可信。是啊，督军。况且这侍女因办事不力被我责罚过几次，她一定是对我怀恨在心，所以才被知许这个贱人利用，诬陷于我。姨太，我从入府就一直侍奉你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督军，你马上将这个贱婢赶出去，或者关入大牢。他都要你死了，你还要维护他？督军，正是小云姨太命我将东西放在知许姨太的房间里，她说知许姨太是她成为少奶奶的唯一阻碍，所以一定要吃掉。你胡说！小云姨太还说，只要将信件搜出来，知许姨太是不是真的有奸情也不重要，直接拖出去处理掉，再也不会有人查。而且她是首贱人。要不是你给我说知许府中圈养奸夫，并以性命作保，我怎么能相信你的鬼话？误会自己最看重的儿媳。幸亏知许聪明，要不然险些酿成大祸，让我寝食难安。夫人，给我闭嘴！来人，把这个毒妇给我关起来，闭门思供。把这个狼狈为奸的东西拖出去，即刻杖杀！把这个狼狈为奸的东西拖出去，即刻杖杀！母亲做事还是这样果断。像他这种卖种求荣、背信弃义的东西，绝不能留。督军曾给知许处理府中出事的权利，不如将这个婢女交于我，只要她诚心悔改，也能留性命一条。不行，你和这贱婢串通一气，督军！闭嘴！这件事情就交给知许全权处理。小爷，这个差事你办得真好啊！夫人，小云的计策万无一失，要不是你贱婢，还说确保万无一失，你都被人下了套了，都没有一丝的察觉，想把我拖进来损害我跟旭良的关系，真想把你挫骨扬灰，碎尸万段！这个蠢货！夫人，放开我！你们这群帮倒在地的狗东西，平常眼巴巴的讨好我，现在见我不上丑，改成了对我，你惧配我，贱人！知许，你这个居心叵测的毒妇，我们就这枪！跪下！夫人，我抓到这个贱婢在后院鬼鬼祟祟的烧纸钱，府中私自祭奠，那可是大不敬。奴婢将人抓来，听凭夫人发落。夫人饶命啊！夫人饶命啊！我只是想给我的前主烧点东西以示光威，绝对不是对夫人有大不敬啊！夫人饶命啊！你可知道这点小事儿就能要了你的狗命？夫人饶命！夫人饶命啊！夫人饶命！长得倒挺俊俏，如果变成一张死人脸，那多可惜。
夫人，明月伺候知许仪太许久，有什么需要奴婢的，奴婢都会去做的。求夫人放奴婢一条生路。知道你听话，没想到这么聪明，倒比你家主子识趣多了。夫人，这是拿上金条，好好当差。知许有任何风吹草动，第一时间向我汇报。如果让我发现你生出异心，这些金条就足以送你到阴曹地府。是，明月遵命，谢夫人不杀之恩。退下吧。夫人，那个奴婢信得过吗？阮如烟死了，小云又屡屡出错，那个江小姐更是蠢笨如猪，身边连个得理人都没有。都是奴婢的错，没有调教好小云，求夫人责罚。知道你们没用，所以才找来这个贱婢。到底是知许身边的人做起事情来比你们方便许多。这个贱婢是我插在知许身上的一根刺，只要扎住要害，就能叫他死。小姐，我回来了，怎么样了？我按照小姐的吩咐在后院烧纸，不过1叠纸的功夫，白眼秋身边的嬷嬷就冲过来抓住我了。我又按照小姐教的，去她面前哭诉了一番，她果然就赏了我金条，说让我留在您身边做她的耳目。她现在无人可用，要不然也不会铤而走险来拉拢你。如此正好，中了我们的下怀，以后对付他们就不用再来再去了。正是。哦，对了，司令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有，但是外面人多眼杂，明月不敢随意打开。糟了，我已经派人断了宋家的水和粮食，宋家竟是些老弱病残，相信很快就坚持不住了。一群饭桶，几个老人都对付不了。将我们已经买到的军需放到督军府的废旧仓库中，别让任何人发现。等到将宋家的钱财收拢过来，立即联系江家老爷，出手物资。宋家是姐姐的宋家，我绝对不能让他落入白燕秋的手里。小姐，是督军朝这边走来了。为什么要把蜡烛灭掉？知许听说前线战事吃紧，银子不足，军需供应不上，所以我就想着节省一点，把这些东西放在前线需要的地方。都是妇道人家的笨办法，让督军见笑了。我原本以为你只是善良聪慧，没想到你心中还有家国大义。有国才有家。督军，只要将这些煤油滴一点在灯芯上，就算是没有蜡烛，它也可以彻夜不灭的。只是知许不便外出，要不然一定将这个好办法推及督军府各处。督军，这是督军府废弃的库房里面还有之前囤的一些煤油，现在整个府由你管辖，我很放心。知许多谢督军信任。谁能想到这把钥匙下藏着督军府最肮脏的秘密？白燕桥，你的噩梦开始了。最近那个知许
有什么动静吗？他说他今天要去清点库房，现在已经往那边赶去了，其他的就没什么。哪个库房啊？督军把一个废弃库房的钥匙递交给他了。你说什么？快集合护卫去库房！宋家的影子，难道宋家已经……快，快跟上！给夫人请安。知许姨太真把督军府当自个儿家了，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督军让知许管理库房。知许想着过来清点一些东西，捐给前线的将士们。知许刚到，还未进去。你倒是会讨徐良欢心呢，可你一个贱婢身份，配不配得上管理一个督军府的库房？知许，我看你的命是不想要了吧？知许不敢，知许待在督军府，自然是以夫人和督军马首是瞻。来人，我给过你机会。可你这么不识抬举，只有死路一条。知许有夫人和督军的庇佑，怎么会是死路一条呢？走着瞧。知许恭送夫人。督军，这汤啊，小云熬了许久，督军尝尝。这汤里若是有迷药，我怕我明天醒来，怕不是要被扣上奸夫的罪名。督军，上次的事儿是我误会了知许姨太，与陷害无关。是因为知许毕竟是司令府派来的，我只是多加留心了些。知许来迟，请督军恕罪。知许，你的脸是怎么回事？抬起头来。哟，妹妹的脸怎么花成这副鬼样子？知许，你的脸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有人故意为难你？你放心大胆的说，有我在这给你撑腰，我看谁敢放肆。是夫人的嬷嬷。夫人，知许是府中姨太，我怎么不知道？现在多了嬷嬷教训姨太的规矩。督军饶命啊！我是奉夫人，是奴婢，只是想教知许姨太一些管理下人的手段，演示了一下。奴婢只是轻轻碰了一下知许姨太，并没有用太大的力气啊。青青，知许脸上这么重的手印，你跟我说是青青？奴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呀！督军饶命，督军饶命！小姐，你的脸用鸡蛋敷一敷吧。不必，你将这个辣椒水涂在我脸上，越想掰上音越好。我宋知许的脸可不是白打的。来人，把这个贱婢给我拖出去，掌嘴一摆，以儆效。给少奶奶敬茶，这么简单的事都不会吗？你真废物！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，下去吧。夫人要是想见我，让嬷嬷传一声就是，不必亲自来。我来给你送点东西。如此贵重的礼物，小云无功不受禄，不敢领受。这镯子是我当年入府时老夫人送我的，只传给督军府的少奶奶。夫人的意思是，谢夫人。如今府中只剩下你和知许2个人，要想戴好这只镯子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夫人放心，我们还有江家那个承诺，小云这次
一定能办好。小姐，你这风筝可真是有巧思啊！小姐，你今天下午要去见督军，我帮你沐浴熏香吧。小姐，你真是神了，鱼真的来了。那就让我们好好溜一溜这2条大鱼。江小姐，我当是谁呢？你一个通房丫鬟，不去洗衣打杂，这么闲的吗？江小姐，我是听说那知许在做风筝，要去找督军。我呀是担心这狐妹子又是什么妖术，我赶不来跟你说。一个破风筝，我江家家大业大，就算是黄金做的风筝，我也都能寻得着，哪轮得着他呀？你们好好斗吧，你们斗得越狠，我的地位就越高。西凉哥哥，西凉哥哥，我公务繁忙，你找下人陪你玩。不要嘛，我就要你陪我玩，我就你的西凉哥哥。给督军请安。知许，你来了。今天天气好，我想找督军。一个卑贱的下人，能有什么好事？下贱的东西，还不赶紧滚！爱这种东西就像蝴蝶一样美丽神秘，又偶尔会出现在你面前，勾人心脾，才足以让人难忘。没事吧？我们走。徐良哥哥，江小姐别生气，气坏了身子不值当。要说这知许啊，也是命好，居然和岳莹莹那么像。当年督军对岳莹莹爱而不得，如今也是爱屋及乌。她要是没了这张脸，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他能有多大的本事。这张脸，他能生出来，我就能毁掉，就像当年的宋家小姐一样。小姐，江蕊心来了。知许不知江小姐今日前来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江小姐恕罪。知许，知许妹妹，前几天放风筝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我推了你，我向你道歉。我特意让家父从外面漂洋过海带来了这个玉脂膏，它珍贵至极，每日涂在脸上必定容光焕发。我今日特地拿来给你，快收下吧。这玉脂膏是用奇毒制成的，只要用来涂脸，不出3日，脸就会溃烂发臭。太好了，这样那个知许就是个没人要的贱妇。我若是能用这个玉脂膏换来她的熏香秘方，在旭良哥哥的生辰宴上，我肯定能一举艳压群芳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江蕊心才是督军府当之无愧的少奶奶。江小姐客气了，我怎么能白拿你的东西呢？不白拿，你之前涂在身上那个落花熏香我很喜欢，不如你将那个配料给我。好啊，知许求之不得呢。只是我出身低贱，置办不起好材料，否则效果更……她一个下贱的绣娘，当然只配落花，而我江蕊心自然要配最大最新鲜的鲜花。这么香的衣服，等到明天旭良哥哥生辰，我定要让他对我情根深重。小姐，我们这么做实在是太冒险了。我给您做了香囊，您明天一定要挂在身上，这样蜂群就不会攻击您了。明月，你说明天这出戏叫什么？明月不知，那就叫天作孽，犹可恕；自作不可活。夫人，
哎，沈律啊，今天是旭良的生辰，怎么还不见他过来呀？启禀夫人，督军正在忙公事，稍后就到。好。母亲，你来啦，来，快入座。今天是你的生辰，小云呢，早早的就给你酿了酒，知许亲自下厨给你做的长寿面啊。对了，还有那芙蓉糕，亲啊，还是用的往年的做法。好久没有吃到过母亲亲手做的芙蓉糕了，快尝尝吧。江蕊熙，是我，祝旭良哥哥生日快乐！旭良哥哥，你快闻闻看，我这身上有什么香味儿？快到！快看，那是什么？快看，那是什么？是蝴蝶，那是蜜蜂泉，快跑啊，小姐！蜜蜂。啊！蜜蜂！哎呀，这怎么好好的一大堆蜜蜂全飞过来呀？一定是思思这个贱女人，是她把蜜蜂群引过来害我们的。江小姐说笑了，今天我身上没有什么香味，而且以落花作为辅料，是引不来蜜蜂的。毕竟花香清淡，蜜蜂不屑前来，更别提是蜂群了。不过，要是有人用了鲜花，那就另当别论。鲜花，她一个下贱的绣娘，当然只配落花，而我江蕊心，自然要配最大最新鲜的鲜花。难道是我？疼！你叫我这么轻点儿！我来吧，江小姐，你试试这个，效果更好。没想到你这伺候人的本事还不错，这东西冰冰凉凉的，感觉还不错。冰凉就对了，这毒性属热，清凉才有效。那你再多给我涂点。这东西叫什么？我回头叫人多买点，可不能白瞎了我这漂亮的脸蛋。江小姐，你忘了，这是你漂洋过海给我送回来的玉指膏。你说什么？玉指膏啊，江小姐送给我，我一直没舍得用，带在身上，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。指膏，这玉指膏是用奇毒制成的，只要用来涂脸，不出3日，脸就会溃烂发臭。太好了，这样那个知雪就是个没人要的贱妇。我的脸，小姐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我的脸怎么了？老爷已经找了所有的大夫，他们都束手无策。我的脸毁了，我再也嫁给不了旭良哥哥，我做不成督军府的少奶奶了。小姐，我还是给你换药吧。
新娘。知许这个贱人，他千方百计的加害于我，我宁愿成了现在这个鬼样子。小姐，这两个，你听我说，是知许那个贱人，是他。知许已经告诉我了，瑞幸，我原本以为你只是骄纵跋扈，内心还有一丝善良，可没想到是他故意害我。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知许对整件事情根本就毫不知情，这一切都是你自作孽。我已经告诉你父亲了，退掉我俩的婚约，从今以后你在家好好养病，不要再见面了。是良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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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良哥哥。知许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！一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我让你办的事情，你就是这样糊弄给我交差的。夫人明鉴，都是那个知许太狡猾了，小云也没有想到那个江小姐如此糊弄。你这样，我怎么放心把督军府交给你？放心让你当少奶奶？夫人息怒，夫人息怒！夫人，小云一定想办法除掉知许那个贱人。那还不快去好好想！小云告退了。夫人，成了。宋家答应交出剩下的财产，只求夫人放他们一条性命。好，皇天不负有心人。那军需的事情呢？夫人放心，我已经让人拿着银两前往黑市，买下了最后一批军需物资。夫人现在就等着坐收10000两黄金吧。太好了！列祖列宗在上，一定保佑我此次成功。这次成功之后，我白燕秋一举成为巨富之身，即使去西洋国，也是人上之人了。夫人一定能得偿所愿。小姐为何要让宋家长辈交出家产？白燕秋手段残忍，卑劣至极，而现在宋家老弱居多，只有交出家产，才能保证他们先下火。但这份家产，白燕秋是怎么拿走的？我定让他和江家连本带利的吐出来。江家，走吧，我们去给督军送。给夫人请安。你们来了，外面的事情想必你们也有所耳闻。前线战线吃紧，军需物资又供应不上，今年又是灾年。依照续粮的意思呢，督军府准备施粥救济灾民。夫人，这过往督军府也施粥，之前都是由督军府少奶奶主持，现在我才是夫人心中的少奶奶人选。这样的机会怎么会轮到知许你这个心腹大患？小云自荐，代表督军府为百姓施粥。好吧，那就谢夫人。知许啊，施粥的事情就交于你来操办。什么？是，多谢夫人。夫人，知许妹妹毕竟年轻，要么这次还是我来吧。知许毕竟是续粮亲自抬起来的平妻，你的身份地位不合规矩。是。知许啊，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。知许明白，不可有任何差池，否则别怪我家法处置，不留情面。江家小姐不知最近怎么样了？小云啊，有空替我去看看她。小云遵命。
明天施粥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妥当了，你们就先下去休息吧。是。知雪，等到明天你毒死了人，你就是众矢之的，到时候就是旭良哥哥也救不了你。我要你的下场比我还要惨。真把这杜君府当成自己家了，小姐真是料事如神，否则还真让你们陷害了去。只要你发现他下毒，就立刻高喊有贼人。但是不要真的抓住他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要顺着江蕊心这条线，将白燕秋莲根拔起。既然你下毒下得这么惬意，那我就来吓吓你吧。来人呀！厨房里有贼，快来抓贼啊！人呢？你们再去外面找找吧。小姐果然没有说错，这个江蕊心就是一个蠢货。知雪，明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大家别着急，每个人都有，慢慢来。吃吧，你们吃的越多，知雪他就死得越快。这里有毒！跪下！请夫人明察，知许真的不知道粥里有毒，一定是有人要陷害我。岂有此理！你非但不认错，还无故攀咬别人。来人，拿上棍子，给我打20大棍！是。住手！放开！知许真的不知道粥里有毒，不是我做的。我知道你心地善良，不会做这种事儿。我一定会查清真相，还你的清。我去找人给你上药。督军，我让下人们都去照看中毒的难民了。知许伤得不重，可否劳烦督军帮知许拿一下药？好。这枚玉佩，这不是莹莹的吗？督军找到了吗？伤口的位置太靠后了，只能麻烦督军了。捏了一下，有点痛。知许不怕痛。小姐不好了。怎么回事？是江家的老爷来了，来得好快，说要让督军娶他的女儿江蕊心，还要什么？还要让小姐自毁容颜，亲自向他的女儿江蕊心下跪道歉，简直颠倒黑白。这些人真是令人瞠目结舌。知雪，你先好好养伤，这件事儿我来处理。督军，现在外面民生怨怼，怎能让督军再分心呢？知许这就去给江老爷子赔罪。知雪，我是督军，我更是你丈夫，我不允许任何人骑到你头上欺负你。明月，照顾好姨太。是。姐，你可一定要让我做主啊！放心，今天爹在这儿，一定为你出了这口恶气。江叔叔，这声叔叔，我们江家担不起。但凡你还认我这个老头子，
就赶紧把那个贱人交出来。是非对错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是江蕊心害人在先。你竟敢如此袒护那个贱人！爹，这不怪哥哥，都是赤许那个贱人，是他迷惑了他。天，好，既然蕊心为你说话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只要你立刻杀了那个贱人，再迎娶我女儿入府，我就可以用江家的实力帮助你解决前线军需。要是你不同意，外面那些灾民和前线将士的怨气就足以踏平你的督军府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前线将士还有难民的性命，是你可以用来随意交换的吗？话已至此，你好好思量吧。蕊心，走。慢着，这门婚事我同意了。江老爷子，你撤走购买军需的钱财，难道要和我撕破脸吗？你可别忘了，我们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哎呀，我知道，可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为了她，我可以付出一切。蕊心嫁入督军府，那你我之间的合作岂不是更加紧密了吗？话说回来，万一哪天发生了争执，让旭良知道他的母亲是一个一心只想发战争财、国难财的女人，得多失望啊！你在威胁我？哎，谈不上威胁。既然大夫人已经同意了这门婚事，那我自然不会这么做的。蕊心和银两会一同送入督军府，到时候还望大夫人对小女多多照顾。告辞。居然敢威胁我！你来做什么？自然是来为夫人排忧解难。什么意思？想要为婆婆解难，自然要知道婆婆难在哪里。刚刚的话你都听到了。知许特来为婆婆献上良策，只要夫人愿意将宋家的家产归还，那一切难题便可迎刃而解。大胆！就凭这句话，我现在就能杀死你！宋家家产不多，却毁夫人清誉，让那江家的老爷子抓住了把柄。大胆！来人！他今天威胁夫人的是督军的婚事，那改日便可是夫人的性命。但夫人忘了，江家的财产可比宋家大多了。时局动荡，没想到那些人根本就不是团结一心、共同抗敌的，竟然将前线战士的性命作为筹码。有时候我真的想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枪毙了。督军，你还在为江小姐的事情不开心吗？知许，我问你，在你心里，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知许，在你心里究竟把我当成你的丈夫，还是只是这乱世当中一根救命的稻草？督军是知许的丈夫，知许的后半生自然是……你懂我，我信你，我们之间便再也容不下别人了。我是不会去江蕊心的。知许还是希望督军以大局为重，前线吃紧，军需供应不上，府中失重。现在难民所有的怨言直指督军府，督军着急难受，知许看在眼里。国家危难之际，知许虽说是女子之身，尚且不能视若无睹，那督军更不能。连你都知道，国难当头，应该深明大义。
跟那些达官显狗去。知许，我此生有你，足矣。督军是知许的丈夫，知许自然不能看着督军去娶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，谁也难受。知许查出了下毒的罪魁祸首，证据在此。这是江蕊心，没想到江家竟然如此恶毒，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的性命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。小姐，您真的要将这么好的凤钗送给知许那个贱婢吗？你懂什么？老话说得好，舍不得孩子，套不着我。凤凰泣血是大不敬，只要知许将这枚凤钗送给江蕊心，江家那么重规矩，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到时候鹬蚌相争，我在一旁坐收渔翁之利。最后督军府少奶奶的位置，一定是我。姐姐这时，我身份卑微，这枚凤钗是我们家的传家宝，我交给妹妹，好讨一讨江小姐的欢心。以后姐姐还是要靠知许妹妹庇佑。说来也是知许妹妹你命不好，本来以为你能做督军府的少奶奶，没想到。不过只要妹妹能将这枚凤钗送给江小姐，江小姐一高兴，指不定妹妹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侍奉督军，那未来飞黄腾达也指日可待了。那知许先谢过姐姐了，江小姐一定会喜欢这个礼物的。谢谢爸，这么狰狞可怕，许良哥哥会不会因为这个不要我？小姐别多心了，今晚之后您就是督军府名正言顺的少奶奶，督军以前对您这么好，怎么会嫌弃您呢？小姐，该出发了，新娘子呀就是要开开心心的。小姐，这连迎亲的人都没有，阴气森森的。肯定是知许搞的鬼。无妨，等我以后进了督军府，定要好好惩治他。江小姐，谁？江小姐，夫人说让您在正堂等候，等宾客到齐了，督军就来和您成礼。是嬷嬷，还是夫人疼我？走吧。夫人说只让江小姐一人进去。不对呀，怎么进来府中的时候一片寂静，不像是有宾客的样子啊？还不认我带侍女进来，这哪里像是婚礼啊？阴森森的，东西倒像是葬礼，对吧？知许，你个贱婢过来干什么？我知道了，这一切都是你故意设计的，对不对？就想给我一个下马威，是不是啊？做梦！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我就是督军府的少奶奶，你只是一个贱人，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江小姐这个少奶奶，怕是当不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恐怕不知道吧？你们江家勾结同僚，侵害宋家，侵吞宋家家产，囤积军需。而你江小姐下毒致百姓生病，勾陷于我，数罪并罚，江家早被饶了。你胡说！不行，都是你陷害我！我要去找许良哥哥。这件事情就是督军亲自查办的。好，
对了，夫人也说了，你们江家心术不正，行此造孽之事，婚约就地取消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！只许都是你这个贱人陷害我。没错，就是我。不妨告诉你，那些难民没有喝下毒药，也没有生病，是我给了他们银两，同你演的一出戏，目的就是要你整个江家陪葬。只许我要杀了你！你这个贱人，你这个疯子！我要你不得好死！你脸上才几道疤痕，就让我不得好死？那你当年残忍折辱我姐姐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你今日也会不得好死？你姐姐？我不认识你姐姐，我不认识她。江小姐的记性可真差呀！宋家小姐宋之薇当年被你们折磨致死，你还毁了她的脸。你那么残忍的对她，你能忘吗？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宋之薇，你是宋之薇的妹妹啊？所以你毁了我的脸，故意就是为了报仇，是不是？没错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今天新婚宴上，江小姐的脸没少涂你的胭脂粉末。你做了什么？也没做什么，就是加了一点江小姐的玉脂膏。至于你的脸会怎么样，我也不清楚。出3日，我的脸就会溃烂毒发！你这个贱人，我一定就是杀了你！想找人还不容易，来人！是。要做什么？督军有令，江家犯下大罪，全部关押大牢，一个都不许放过。宋之许，你这个贱人，我这辈子会放过你！江小姐现在想着怎么对付我，倒不如好好想想怎么面对牢里的老鼠。毕竟老鼠喜欢腐肉，而你的这张脸马上就会变成一堆烂肉。这次多亏了你，江家的阴谋才能被识破。你想要什么赏赐啊？能为夫人解难，受到夫人的器重，是知许的福气。知许别无所求。好，今后督军府有你和小云，我就安心多了。你先回去吧。对了，嬷嬷，小云姐姐有一物托我转交给夫人，她担心夫人还不开心，大家都是后宅的姐妹，故而托我转交，还望嬷嬷垂怜。你放心，老奴会转交给夫人的。多谢嬷嬷。小云姐姐对夫人的这片心意可真是难得啊！这凤钗戴在夫人头上，更显得雍容华贵了。你说是吧，姐姐？这个贱人，居然敢把凤钗戴在夫人头上，这就着急了。你该着急的还在后面呢。夫人，府中的事情，知许小姐打理得很好，老奴也一一看过，并无差错。好。夫人，这凤钗气血了！什么？小云，你竟敢诅咒我！来人，将他给我拖下去，即刻杖杀！处置了。知许姨太说将此事交给他，夫人放心。你忠心侍奉我多年，凤钗一事，你对我是否也有不忠之心？夫人明鉴呐！是知许姨太太说小云送您的凤钗，老奴也是看着极好，才敢拿给您呀！夫人明鉴呀！夫人，知许
小云，他们两个一定有一个是幕后黑手，在后宅搅弄风云，暗中捣鬼。夫人明察，依老奴看，一定是那个知许，一定是他。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小云这些年金银珠宝没少许诺给你，无论是谁，宁可错杀，绝不放过。夫人的意思是用知许的手杀了小云，再处置知许。开门。知许，你这个贱人，这个贱婢，你把我打死！妈妈，您看看这姑娘怎么样？哟，唇红齿白，这么大只水灵，我们花楼的男人一定会喜欢的。你们几个，把她给我带走！你们别过来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等等，妈妈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知许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的阴谋绝对不会得逞的。等到夫人想清楚，她见不到我，她绝对不会放过你，听到了没有？知许姨太放心，我们妈妈手段可是最厉害的，一定会让夫人和姨太满意。夫人说了，只要办好这件事情，另有重赏。知许，我跟你何冤何仇？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？折磨？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我知道，你只是想走到杜君府少奶奶的位置。你只要肯放过我，我绝对不跟你讲。你做你的少奶奶，我做我的事情。你说话，你说话！夫人培养了我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让我死？你要是敢私下处死我，绝对不会放过你！处死你！就是夫人下的命令。不说，不可能！夫人怎么可能处死我？要不是你陷害我，她怎么想到处死我？我要去找夫人！你们放开我！1年前，你设计陷害宋家小姐宋之薇，今天我要让你百倍奉还，不得好死！宋之薇，宋家，你是宋家的人，你利用夫人之手陷害江家，救你宋家，你欺骗夫人，你坏了夫人的大事，她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夫人得到了江家的财产，怎么能算是坏了大事？反倒是你设计夫人凤凰泣血，诅咒夫人不得好死。今天晚上，你就好好尝尝嬴政的滋味。你们几个，给我按着他！你们别过来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姐姐，你在天上看见了吗？还有最后一个，知许便能为你报仇雪恨了。告诉司令，该收网。是。还没找到货物的下落吗？我们在黑地上交易的货物被发现了，司令府将货物没收了。我们现在交不出货，买方雇了人到处找我们的踪迹呢。什么？你没告诉他们，不管提什么要求，我都可以答应吗？买方错信了奸人的话，认为我们是故意侵占了货物和钱财，不愿再谈。我们该怎么办呢，夫人？废物！你是废物！派人消除我们的一切踪迹，和府中有关系的东西全部销毁，连一个不留。去惊让他追查到杜君府来，一定要快去，否则你我都死定了！快去！是。督军，你让我们伪装买家放出消息，他们听到后果然急着撤离。我们的人正在抓捕，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水落石出。根据司令提供的证据，这些人一定不是普通的商人。所以才会害怕自己的身份暴露，真是可恨！吩咐下去，一旦抓到，严惩不贷，不准任何人求情。是。督军，人抓到了。走，连夜审问，今晚一定要揪出这个幕后黑手。督军，是夫人。你说什么？将这封信送到司令府。我们里应外合，一举拿下白燕秋。是。终于到了该结束的时候。督军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？是雪。
你的心里是不是真的有我？自然。督军为何这样问？我一直以为，我母亲虽然跋扈，但心中肯定还有一些母子之情。我也一直相信她的心中肯定还仅存着一丝善良。但是我没想到，我竟从未看透她。只是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任何人懂我，也没有任何人能明白我的心，除了你。做我的妻子，督军府唯一的少奶奶。事情完结以后，我就带你离开，好不好？我们之间何尝不是谎言？好。不行，你把知许抬为平妻也就算了，她一个贱婢出身，怎么能当督军府的少奶奶？知许出身不高，但是心地善良，只此一点便足以当这个位置。你说什么胡话呢？督军府的少奶奶只凭善良就能当了吗？有人位高权重，却草菅人命，卖国求荣。相比起来，善良是很可贵的。许良，你……督军说这话的意思，难道是发现我们囤积军需、杀人害命的事情了吗？不可能，如果他知道了，刚才就会当面质问我，不会这么平静。那夫人是要答应督军让知许姨太做少奶奶了吗？既然他和岳莹莹那么相像，红颜薄命不失为一段佳话。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婆婆在上，请受知许一杯。慢着。夫人这是什么意思？督军很少穿这样的红色，真是好看。以前也曾经穿过一次，大概是这红色的颜色和鲜血实在太像了，太刺眼了。莹莹，莹莹，你怎么了？她想嫁给你，和你生同亲，死同血。等你死后，我会将你们葬在一起。从此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穿过。督军不好了，夫人身边的嬷嬷说要让少奶奶拜祖先，将少奶奶带走了。夫人，知许啊，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，但是你太聪明，又会勾引男人。督军府绝不能留下你这种祸害。你自己选，一杯毒酒，一条白绫，我让你死得痛快点。今天恐怕要让夫人失望。我知许此生从未选择过死。滚开！知许，母亲啊，你做了这么多错事，还不肯收手吗？你究竟是为什么一定要杀害知许？我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？你为我好，就一定要害死我心爱的女人，而且害得前线将士陷于危难之中。你囤积军需物资，高价卖出，杀人害命，你到底是为我好，还是为了满足你自己那填不满的欲望？白燕秋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就没有做过噩梦，没有梦到那些亡魂来找你索命吗？索命？你让他们来找我呀？来这儿指着我说我就是杀人凶手，人呢？他们在哪儿呢？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来人！你们居然没死！对，我没有死，多亏了知许将我救下，告知我真相，我才没有被你利用，做你的棋子。白燕秋，我已经将我知道的这些年你害的人、做过的错事，全都告诉了督军，我会为我做下的罪孽付出代价。你也一样，逃不了。胡说！你们胡说！都给我闭嘴！儿啊，我是你娘，我生你养你，你就这么相信几个外人？如果真心爱你，就不会忍心让你这么痛苦。听娘的，你现在就把他们几个都拉出去杀了，就当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。我们母子还跟以前一样，好吗？娘，
你收手！娘，你收手吧！儿啊，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！为娘没有做过，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情，他们根本就是在欺骗你。听你的话，现在就杀了他们！骗！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不知悔改，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母亲，你就待在这儿，没有我的命令，永远不准出来。司令有令，即刻报回督军府。督军，司令的人包围了督军府，要你把夫人交出去。什么？放！终于可以结束了，姐姐，这许真的好累啊。司令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要人？事情还尚未查清楚，我是不会将我母亲贸然交出去的。司令，请回吧。张督军，你误会了。今夜我不仅要带走哄抬物价、囤积军需的幕后黑手，也就是你的母亲，我还要带走我司令府的绣娘宋之许。你说什么？宋之许？他是宋家的人？那宋之威……你终于来了，怎么？你还想杀死我？就算我发国难财又能怎么样？我是督军府的老夫人，旭良一定会保我。你也不想跟旭良隔着血海深仇吧？我们之间早就隔着血海深仇。什么意思？以前我在街头卖艺，过得很苦，吃不上饭，也喝不上水。后来，我遇到了宋家小姐宋之薇，她收留了我，待我像亲妹妹一般。再后来，她嫁入了你们督军府，那些姨太太们折磨她、欺负她，最后惨死。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你，白眼秀。原来如此，你入府就是为了复仇。你叫他后宅不得安宁，你欺骗了旭良，他那么爱你，你现在却要杀死了唯一的亲人。我忍辱负重到今天，就是为了手刃仇人，杀了你，给我姐姐报仇！旭良，儿啊，都是为娘害了你，是娘的错呀，儿啊！之许，原来你是宋家的女儿，真好。你以后不再是一个人了，你还有你宋家的家人。对不起啊，不怪我不好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的姐姐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我不奢求你可以原谅我，但是我希望你可以答应我，放我母亲一条生路，好不好？母亲在这里。一定要答应我，从今以后不要再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。母亲答应你，你说什么母亲都答应你。旭良，旭良，儿啊！丢不丢人呢？你任务完成的很好，也替你姐姐报了仇。接下来呢，打算去哪？天地之大，四海为家。
知许，你或许可以考虑。司令，知许再也不想做内战女子，只想靠自己的双手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。希望我再回来的时候，能看到你成家立业，儿孙满堂。回头去你司令府前讨一杯喜酒，你可别拒绝啊！以一个朋友的身份。好，既然你都已经这么说了，我已知晓，今后再也不问。对了，临走之前，还想再回去看看吗？回去？去哪？你出现之前，只有姐姐对我好。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，希望你以后你可以嫁得良人，儿孙满堂。